大家好，我是张大哥。今天我们要做的科目是这颗从台北来的 W126的6缸分油盘，编号16805的维修前的故障测试。我们来做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它里面已经有很多的脏东西，那相对的油箱里面呢就会有油泥，因为汽油挥发掉之后，胶质就会留下来，还有沙子，加油站来的沙子，还有油箱里面的部分铁锈。OK， 好，时间到。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我们看下来它的出油量都在115左右，算蛮平均的。那我们的标准出油量应该在160到170。那很明显，这颗分油盘它应该是大油道堵塞了，使得整体的出油量都减少了170的105，减少了55mol，减少了将近快40%。那我们从那个火星塞的颜色也可以看得出来，它颜色几乎都偏白，所以造成它的稀薄燃烧，那引擎会高温。那我们从它的喷油嘴其实也看得出来，它的胶圈都已经脆化了，所以这部车子呢，它的引擎呢长期处在高温的状态之下。我们等张大哥整修过之后，我们再来看它的出油量是什么样的情形。这颗编号16805的 W126的6缸分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整修好以后，它的出油量的状况。好，我们来进行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大哥打开电源，好，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这个喷油盘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很平均的落在115左右，就检测结果，是大油道堵塞了，造成它的整体的供油量都不足。我们从火星塞上面也可以看得到，它火星塞都偏白，都在稀薄燃烧的情况之下。所以它的那个喷油嘴，它的密封胶套也都碳化了，还好，引擎应该没有受伤。我们经过整修之后呢，它的出油量应该落在厂方要求的160到170之间。我们来看看它的出油量的状况。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68，第二缸165，第三缸170，第四缸175，第五缸170，第六缸165。厂方的要求是15%的误差。我们这次测试下来的误差大概在5%以内，符合厂方的要求。那跟原先的115ml，就差了170的115就差了55ml，那就已经损失，等于说它供油量还没有整修之前，算下来应该是在50%了，40%几了。好，接着我们要进行10分钟的。测试时间接近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个 W126的6缸喷油盘，编号16805的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因为我们30年的车子，照理说都应该要报废了。由于宾士的车子这个年份的车子，它造车的宗旨是坚固耐用、安全可靠，所以说它的钢体呢是铸铁的，不容易变形，也不容易金属疲劳。但是呢，油路的部分因为30年的使用，油箱污染了我们整个供油系统。经过油箱整修，清洗干净，然后喷油盘整个供油系统整理完毕，喷油嘴换新之后呢，如果要再堵塞，应该是在20年以后吧。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90，第二缸190，第三缸190，第四缸190，第五缸190，第六缸190。哇，这个几乎零误差，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
我们这是木质下来的结果，几乎是零误差。由于这个阶段的测试模拟怠速小油门是绝对的影响我们怠速的稳定性。这颗喷油牌的表现相当优秀。好，我们今天的测试到此结束，拜拜喽。